好，趕快來看到出大事了！美企、輝達跟蘋果這一次真的終於扛不住了記憶體的暴漲，於是呢，輝達決定了 AI 伺服器明年漲幅一口氣調高15%，iPhone 成本暴增38%。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川普被逼到接下來會向中國認輸來奉行長興晶片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一起互動。如果你認為最後川普會壓不住這個壓力，對中國放行它的長興晶片的話，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不會，留言寫2。我們來做互動。好，輝達扛不住記憶體價格的暴漲了。我們要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傳出輝達的部分客戶明年初拿到的 AI 伺服器價格一口氣會直接上調15%，原因就是記憶體真的太貴了，而這個輝達不想要一個人自己去扛這樣子的一個成本，受影響最大的現在也出來了，包括它的許多的高階 AI 伺服器的產品，包括 Vera Rubin 或者是 Grace Blackwell 等等。記憶體暴漲的原因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因為 AI 現在這個領域有狂搶記憶體晶片，直接讓這個輝達沒有辦法拿到記憶體了，所以呢，他也不想要吸收成本，外界就估算了。你看哦，來自於輝達它的 Blackwell B200的成本當中，光是記憶體的這個成本就佔了將近快要50%。輝達現在毛利率其實還蠻好的，高達了75%，而如果他要吸收這樣子記憶體這麼貴的一個成本的話，勢必就會衝擊到它的毛利率，所以這個輝達決定要漲價了，這是一個部分，這是美國的輝達。另外一家受不了的企業還有蘋果公司了，蘋果即將推出的這個256GB 的 iPhone 18 Pro， 整體的零組件價格來自於 TrendForce 最新估價竟然是暴漲了將近是38%，而記憶體佔這個零組件的成本比例高達34%，是非常非常貴的。那直接影響到的消費者的這個，你去買 iPhone Pro 18的話，它大概會漲多少呢？現在預估落在100到200美元，甚至已經喊到250到300美元的價格了。等於是你買一支 iPhone， 可能這個成本要多付1萬塊錢的新台幣。所以呢，難怪蘋果這期間他不斷的跟這個川普拜託說，可不可以放行，讓我們買中國的長興晶片跟長江存儲的記憶體晶片啊？我們不想要再被這3家大廠給綁架了，因為他們長期壟斷記憶體的晶片市場，包括了韓國的三星、SK 海力士跟美光等等。最新來自於這個今天的消息，川普政府正在考慮要允許讓蘋果向中國大陸的長興跟長江來購買記憶體晶片。那麼這樣子有沒有可能放行？會在9月份川習會之後正式的對外公布。現在有專家特別做了解析，說川普之所以會在川習會公布，他想要對外解釋的原因是說，我因為呢這個開了川習會，我想要對中國示好，於是決定放行。但其實有專家說，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看到美國企業再也撐不住了。你看到這個輝達要漲價，蘋果也要漲價，他覺得美企撐不住了，所以最後可能就會考慮放行中國大陸的長興晶片，是這樣嗎？那委員怎麼解讀？對，我先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科普哦，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運算中心裡頭，其實堆的就是所謂的 AI 伺服器。可是各位知道，所謂的運算中心裡頭的這些 AI 伺服器，不是只有 GPU 晶片的，只是說 GPU 晶片它擔負起了 AI 運算的這個重責大任。但是事實上，這樣的一個伺服器裡頭，它同樣也有配備像 CPU 做核心的處理，做高端的邏輯分析。當然，它還需要大量的記憶體。為什麼呢？因為你在運作 AI 的時候，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了。我今天輸入一句話來問我的這個 ChatGPT 那 ChatGPT 或者是這個 Kimi K3 收到了我這個話的呢，它總要有一個地方暫時把這些東西存起來吧。這個就叫做運行內存啊，這個存不會永遠的存，任務結束了之後就沒有了。可是它要有一個地方去做這個運行內存，它才能夠把我的這個輸入的這些指令也好，輸入的內容也好，去作為它接下來去執行任務的這個一個重要的依據。那你更不要講說你在訓練大模型的時候，你要投入大量的資料讓它來讀，讓它來訓練，調整它的參數，這些都需要運行上的內存空間。這個是什麼？這是 HBM。很多人會把 HBM 跟 DRAM 搞混哦，這兩個不是同樣的東西。雖然它們都是運行內存，可是 HBM 叫做高頻寬記憶體，它是專門用在 AI 伺服器裡頭的。為什麼？因為大家知道，你輸入的資料量很大，或者它從外界找到的資料量很大，它必須要有很
足夠的這個儲存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有快速的傳遞資訊的速度。所以這叫做高頻寬記憶體，就是你這個高速公路呢，最好是10線道，你不可以2線道。你2線道的車子全部都塞在這裡頭了。所以這種高頻寬記憶體的生產方式跟DRAM不一樣。DRAM的生產方式是把它平鋪在這個電路板上面的，就是連接在電路板上面的。可是各位知道 HBM 它為了要加快它的傳遞速度，它是把所有的 DRAM 像這個摩天大樓一樣疊加起來的，它是立體疊加。然後把每一個 DRAM 呢，再用中間用打孔的技術，然後用高速的連接，然後這樣這個製造出來的所謂的高頻寬記憶體呢，它在資訊傳遞的速度上就很快。那各位，高頻寬記憶體的價格跟 DRAM 差很多，高頻寬記憶體很貴。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生產 DRAM 的廠商，你現在看到的美光啦，看到的這個 Samsung 啦，看到 SK 海力士，你會做什麼？你當然把生產線全部拿去生產那個最貴的產品啊！我 HBM 可以賺這麼多錢，我幹嘛去做 DRAM 去給手機、給蘋果用呢？所以全世界後來的記憶體的這個短缺，最大的關鍵就在這裡，大家都一窩蜂的去做 HBM 了，所以手機的記憶體 DRAM 沒人做了。那在這個情況之下，這就是為什麼蘋果要跳起來的原因。但是問題是，你說這個 HBM 大家都一窩蜂去做就夠了嗎？還不夠，因為全世界各國大家拼命在蓋這個運算中心，運算中心目前是需求非常的強，算力需要很高，所以呢，當大家在蓋的過程當中呢，你 HBM 能夠製造的廠又很有限，所以才會導致到高頻寬記憶體的價格一直不斷的上升。那對輝達，黃仁勳是一個最會做生意的人，他要保持他的 margin 在75%，我看完了之後我都傻眼了。我們自己的公司 margin 能夠到20%，我就覺得不錯了，他要保持75%的毛利率，這夠狠了吧？他為了要保持他75%的毛利率，他怎麼辦？轉嫁給消費者啊。對，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現在看到他 AI 伺服器要漲價，因為他漲價了之後，他才能夠繼續保持他15%的毛利率嘛。但這個情況有沒有可能翻轉？有可能翻轉。第一，如果有更多有實力的這個DRAM廠，它能夠做 HBM， 那麼接下來供給量就夠了。第二，如果中國大陸的 AI 模型的算法有突破，它不需要再有這麼強大的這個算力支撐了，它就可以完成任務了，甚至在記憶體的空間上，它也可以做整理了。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頭，你 HBM 的需求量也會降低，所以現階段看到的熱潮未必是永遠的熱潮，因為未來還有很多變數。好，那現在包括了輝達跟蘋果都希望說能夠有更多的選項。如果是這樣的話，川普未來有沒有可能放行，甚至說他有沒有可能放下他的面子來放行中國大陸的長興存儲的晶片呢？楊老師怎麼看？正如剛才這個大邱委員所說的 ，HBM 其實現在大部分過去做傳統 DRAM 的，轉而去做 HBM， 提供給 AI 使用。那尤其是三星、海力士跟美光，那現在當然這個水漲船高，然後呢就開始漲價，那輝達就開始這個轉嫁成本，所以輝達其實到目前為止現階段它沒有什麼撐不下去，它只是想要維持它的毛利率，維持它的這個收益，轉嫁成本其實是造成更多 AI 產業的這個支出。但問題是在蘋果了，那蘋果因為產能都被抓去做 HBM 了，那傳統的這些 DRAM 呢，那就由長江存儲還有呢長興儲存，這兩家在做。那現在蘋果是希望在做測試，可是他做測試呢，招致了美國內部的就是強硬派的反對，尤其是商務部長魯特尼克的反對。問題是庫克說，我不是要用在全球的蘋果產品，我只是要用在行銷中國大陸的蘋果的這個手機以及電腦這些產品，使用中國大陸的這兩家的 DRAM 的廠商。那他只是在做測試，可是美國這邊單方面的認為說，這個是你目前的做法，你將來可能會擴散呢。因為你成本降了，你就會降了之後呢，你會發覺中國價格跟這個全球的價格之間的這個差別會更加的明顯呢。那更加的明顯的情況之下，你蘋果遭受到更大的壓力。那如果短時間沒有能夠有足夠的 DRAM 的提供的話，你將來一定會由中國大陸的廠商繼續的擴大你全球的商品的這個提供，所以我覺得蘋果現在面臨到很大的問題。可是呢，這個問題其實是美國川普政府自己要決定，你要讓蘋果失去中國市場，還是說讓蘋果整個它的利潤受影響，還是說呢要讓蘋果能夠使用這兩家
中國大陸的DRAM廠商在中國的市場。好，所以看到其實美國現在政府自己也很沒有自信哦，怕这個蘋果一旦用了中國大陸的晶片 ，CP 值太高會回不去。那到底會不會放行？這個是一個川普的考驗。那艦長又怎麼看？以前我們在買桌上型的電腦或者是買筆電的時候，我們大家問的是有關於 CPU 的部分，可是現在都不是，現在問的是 DRAM。為什麼？因為 DRAM 才是真正貴的部分。那另外還有現在大家的這個手機或者是這一個攝錄裝置，同樣問的也是 DRAM 的問題。那 DRAM 的問題到底漲得多麼嚴重呢？我們先看到有關於SK 海力士來講，那它呢，其實它在第一季以及第二季呢，它所賺的錢跟美光差不多。那也就是說，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因為 DRAM 是大家一起漲，不會說是只有你美光漲，這個長興存儲不漲嘛？那當大家一起漲的時候，那就開始雨露均沾。那如果透過 SK 海力士的這一個會長來講的話，也就代表他講的是2027年會比2026年還瘋狂，而且會一路瘋到2030年。